古代打仗时箭头上为何要沾上粪便呢？背后的原因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呀。古代弓箭手是非常厉害的远程打击力量，是几乎所有军队都会配备的兵种。为了让弓箭提高对敌人的杀伤力，古代军队经常在箭头上涂抹各种毒药，敌人中箭之后会医治无效而亡。开始时所用的毒药，多数是来自于一种被称为箭血封喉术的植物，也就是提取有毒植物分泌出来的汁液，涂在箭头之上，对敌人形成致命的打击。这种毒性质很强烈，敌兵在中箭之后，往往很快就会倒下毙命。但是这种植物毕竟是有限的，而且不太好找，所以后来的军队又发明了另一个培养大量毒液的方法。这个培养毒液的方法呢，就是利用人类的粪便中含有许多细菌和病菌的原理，再加入一些特定的毒药，经过熬制之后盖起来存放一段时间，粪便中滋生的细菌和病毒那就更多了。如果把这种粪便水沾到箭上，射入敌人体内，就会令敌人中毒感染或者破伤风，从而就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力。而且这种方法也解决了自然界毒液不好找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这种粪便水非常容易制作，而一桶粪便水呢，可以涂满数不清的箭。由于这种粪便水有一定的威慑力，在古代军队里面是普遍使用的，再加上它的颜色是黄色的，所以被人们称为金枝。这种粪便培育出来的金枝，还能在守护城楼的时候起到巨大作用。当敌人用攻城云梯等大型器械往城楼上爬的时候，举起一桶金枝从城楼上倒下去，会对敌人形成强大的伤害。敌人的脸上和眼睛上都会沾上这种毒汁，只能从梯子上掉下去了。需要着重说明一下，古代士兵战舰的这种粪便汁是他们掺入过毒药并且发酵过的，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和病菌，并不是直接的把人类的粪便直接涂抹在箭头上。被加了粪便的箭射伤的士兵就会发生2次感染，没有及时得到治疗，就可能因为伤口感染而产生瘟疫，对整个军队的杀伤力是巨大的。由于古代的医学科技并不发达，更没有什么青霉素头孢之类的抗生素，所以在战场上被沾上粪便的弓箭射伤，重建者基本就凉凉了。其实在冷兵器战争时代，粪便是一件作用非常广泛的武器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粪便可就是一种生化武器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